小子全流水里。对面的官地上，我们是巡捕房的，你们要接受检查。所有的人站好了，不许动。看看有没有没死的。是。把水里的尸体捞上来。是。把尸体抬过来。是。和箱子绑在一起，沉入水底。是。盛楠，别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啊！来，喝杯咖啡。想什么呢？盛楠，想什么呢你？我在想，英文的验尸官条例出版了，我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啊。我说盛楠呐，难道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吗？漂亮的裙子啊，好看的包包，法国的香水，潇洒的男人，这才是一个女人该想的东西。我呀，不敢苟同。你多长时间没有约会了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一个女人没有约会，还叫什么女人啊？盛楠，你真的该多出去和人交际交际啊，这样才有机会碰到心仪的男人呢。可是我不会，哎，和尸体打交道，我才更有信心。所以你就成天躲在实验室里。盛楠啊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。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了，好吗？随便吧。这样你只能叫喜欢你的男人望而却步。请进。我不打扰你们吧？刘叔叔，他又送东西了。他托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我不是说过我不要他的东西吗？我说了，但是没用。其实，你可以当面去告诉他。我该上班了，你们忙吧。啊。哦，原来呀，是说一套，背地里做一套，早就有神秘男士暗送情物了。别胡说！哎，快看看，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快打开看看，里面是什么东西嘛？我呀，根本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怎么了？
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只是民房失火而已，于教授干嘛打电话叫咱们来啊？八成是有紧急情况。小姐，这里太危险，你还是离开吧。你放开我，我不走，除非巡捕房的钟探长过来。怎么回事啊？钟朗来的正好，快把这里保护起来。哎，你算老几啊？我们消防队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啊？谁不明事理了？哎，大家都别发火。还嫌火烧得不够大吗？李队长，于教授是我们巡捕房聘请的法医。你干嘛不早说呀？我怎么没说呀？是你自己不听我说。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很可疑。有什么可疑的？烧死的人我见得多了。可这个女人不一样，她是被谋杀的。你唬谁呢？人都快被烧成炭了，你怎么知道她是女人？还说什么谋杀？这容易，你听好了，你看她的骨盆浅而宽，盆腔呈圆柱形，具有女性明显的特征。你们再看这儿，她的口腔里没有烟灰。没烟灰咋了？人如果是被烧死的，那么他在烧死的过程中一定会吸入空气中飞扬的烟灰，可他现在嘴巴里完全没有。这就说明他在起火之前就已经死亡了，而起火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毁尸灭迹。像这么老土的方法，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被人识破了。没错，吴国的张举就曾经用过烧猪的方法做过类似的试验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们看到这个炉子没有？这个炉子是火源，旁边这条地毯是起火点。这个女人肯定是想用炉子取暖，不慎烧着了地毯，引发了火灾。李队长，我问你几个问题好吧？什么问题？现在已经是4月天了，还有必要烧炉子取暖吗？这倒没必要。这是不是不符合常理啊？所以种种迹象表明，这里确实发生了一起谋杀案。这名女子的颧骨突出，眉弓明显，眼窝凹陷，很可能是闽粤地区的人。牙齿已经大部分磨耗，牙本质呈点状暴露，所以死者的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。身高1.60米，体型偏胖，耻骨联合部有分娩伤疤，说明死者在近几年生过孩子。死亡原因是什么呢？体内没有明显中毒迹象，因为烧伤程度为4度，组织已经烧焦碳化，所以暂时还难以判断是否存在机械性创伤。死者屋里的家具都还没有被完全烧毁，人怎么会烧得这么厉害？这正是我想说的问题。我在死者的身上化验出了硫化物和铅元素，我怀疑有人在他身上泼了汽油，所以才会完全烧焦。真不知道什么人要下这样的毒手。不会是一般的窃贼，他的首饰都还在，他们不是冲着钱来的。头儿，你看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什么？根据邻居说，她就是死者，是徐太太。这个小女孩就是她女儿丹丹。丹丹在哪儿？不知道。火灾现场还没有发现其他尸体，不过有人听到丹丹的惊叫声。她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这个就是我最担心的。徐太太的丈夫在哪里？哎，钟头，这事儿我已经提前了解过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徐太太娘俩是10天前才搬来的，邻居们从来没有见过她先生。徐太太平时很少跟人往来，所以啊，这邻居们没人知道她家的具体情况。根据邻居们说，他们还见过一个穿白色旗袍的陌生女人来找过徐太太。穿白色旗袍的陌生女人。头，我怀疑在这桩案件后面还套着一桩绑架幼女案。你看啊，丹丹的玩具和衣服都在这里，说明孩子是被人强行掳走的。可凶手为什么要掳走一个小女孩？不管什么目的，丹丹的情况非常危险，而且根据我的经验，凡是绑架幼女的案件，在最初的48小时都非常关键。为什么？过了这个时间段，孩子活着被找到的希望就不大了。糟了，现在已经过去8个小时了。好，大家分头行动。老孔，有，你负责去找那个穿白旗袍的陌生女人。好嘞。韩飞啊，你一定去找到徐先生的下落，再让小慧在报上登一则寻人启事。盛南，你负责尽快鉴定徐太太的死因和凶手作案的手法。都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等等，我有些麻烦。说。我必须把碳焦尸体上所有的组织都剔掉，才能对骨骼进行准确的机械创伤分析。这是唯一的方法。这不是你最拿手的吗？你就干吧。可是碳化尸体的机体组织已经和骨骼粘在一起了，要清理起来起码要花1天的时间。我们没这么多时间了，你就没有别的办法？我没有。不好意思，
我有办法。来喽！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皮囊虫，它们是专门吃烧焦的皮肉组织的食腐性昆虫，不用2个小时，它们就能把这个尸体吃得非常干净。太好了，韩非，想不到你还会饲养这么可爱的小动物。那是。要不是跟你们俩很熟了，我非把你们2个当神经病抓起来不可。哎，来吧，来，开饭喽！我的天哪，这什么东西呀？怎么了，小慧？没关系，你过来，他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不觉得恶心吗？怎么会呢？你说这自然界真是奇妙，这么小的小东西，居然是整个食物链中最重要的一环。我真是受不了你，盛楠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个不幸的人是谁啊？她是一个不幸的母亲，而且她的女儿也失踪了。怎么了？她胃里好像有东西。这根手指给我们留下一个线索，它告诉我们凶手的一个外部特征，就是左手缺少食指。那这么说，这枚戒指也是凶手留下的？没错。小慧，你答应我，发现戒指的事情不许跟任何人说。盛楠，你怎么了？你答应我就是了。我哥也不能说呀。特别是你哥。为什么？你就别问为什么了，答应我就是了。答应什么呀？哥，你们2个在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没什么。可是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有事瞒着我。啊，哥，我们女孩子的私房事你也要听啊？真的吗？嗯。喂，老孔，怎么样？有新发现？我呀，把长跑那片里弄的3轮车夫召集到一起，过了一堂。快点！嘿，你猜怎么着？果不其然，还真有人记得这女人。于是啊，我就不费吹灰之力啊，就在医院里把那个女的找到了。医院里？是啊，她是个护士，而且医生证明啊，昨天晚上她一直在医院里值班。另外，你猜怎么着？哼，她就是死者的妹妹，李小姐。这是我们钟探长，这位是于教授。钟探长，我姐姐她死得太惨了。你先别激动。对于你姐姐受害的事情，能给我们什么线索吗？是徐圣道，一定是徐圣道害死我姐姐的。徐圣道是什么人？他是我姐夫。怎么，你们还不知道啊？我明白了，这个家伙一定是躲起来了。你有什么根据吗？当然，最近这几个月来，我姐姐正和徐圣道闹离婚呢，而且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，所以我姐姐才带着丹丹搬出来住。他们为什么要离婚？徐圣道，他根本不配做丈夫。你好像很讨厌你姐夫。何止是讨厌，简直就是厌恶。他这个人曾经留过洋，很聪明，也很有才华。可是他的脾气坏得很，又固执又自以为是，而且不通人情。整天就知道他的工作，根本不知道疼爱一下妻子。有一次，他带着我姐姐和丹丹出去郊游，可是，在玩的时候，他突然就不辞而别了，把老婆和孩子孤零零地扔在郊外，结果害得我姐姐一不小心摔断了腿。可事后呢，他居然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。你们说，有这样做丈夫的吗？哼，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不知道他这样做会对家人造成多大的伤害。
这个帮我装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请问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您是来买房还是卖房的？都不是。啊，那您一定是来租房的吧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儿提供的房型特别齐全，房价特别优惠。哎，停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来查案的，请你配合一下。哦，韩警官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好，我问你，乐汇里33号的房产是不是你们公司出租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是不是租那个房子的徐太太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？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昨天也有人来查过这套房子的事情啊。他是谁啊？他说他是徐太太的先生。徐先生？对啊。最近徐胜道变得越发古怪了，神神鬼鬼的，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。半个月前，他忽然又不知去向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我姐姐这次终于下定决心，要和徐胜道断绝关系，所以她就带着丹丹，也跟徐胜道来了个不辞而别。你姐姐这样做，只会把一个自负的男人激怒。徐胜道肯定是被气疯了，他这个人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有人把女儿从他身边夺走。他不会对丹丹怎么样吧？那倒不会，平时除了工作，他脑子里就只有丹丹。所以，我姐姐就是想让徐胜道也尝尝着急的滋味，有个教训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他竟然会为了夺回丹丹，就对我姐姐下这样的毒手。中朗探长，我姐姐她死得太惨了。你放心，这个案子一定会查清楚，我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的。你知道徐胜道的住址吗？我知道，北当路18号。花园洋房的，住的还蛮气派的。这家伙的钱肯定不是什么好来路。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和平时不太一样。我有吗？我只是在替徐太太鸣不平，还有丹丹，这孩子太可怜了。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杀人犯，徐胜道只是有杀人嫌疑，我们还没有证据。好，在这里等我。干嘛？我也去。等一下见了徐胜道不要讲话，由我处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哎，哇塞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哎呀，有了新线索也不通知我一声。哇塞，你无影无踪的，哪儿通知你啊？开着我的车很舒服吧？可我腿都跑细了。哼，你少来，猴精猴精的。查到什么了？我去房产公司走了一趟，找到了那个帮徐太太租房的中间人，是他告诉我徐太太原先住在这里，没想到让你们捷足先登了。还查到什么了？其他也没什么，不过那个中间人告诉我，昨天也有个人来找过徐太太。那人是谁？自称是徐太太的先生。哼，果然不出所料。走，我们过去。这里有很多照片，我这里也有一张全家福。头，什么？你看，别动！
住手！陶女士，怎么，意外吗？怎么会是你？把枪放下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3位是南京军委会特派小组的成员。你们在执行特殊任务？是的。什么？你说徐胜道是你们的重要证人？是的。你们也都不是外人，我就实言相告了。就在1个月前，国民政府接到了一桩大案，龙华兵工厂的步枪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，所以几百名军人家属联名状告上海龙华兵工厂。这算是哪门子官司？因为龙华兵工厂制造的步枪里存在严重质量缺陷，所以导致了几百名官兵在战场上无谓的伤亡。而徐胜道正是这种问题步枪的设计师，也是本案最重要的证人。天哪！没想到这个人身上竟然背着这么一桩大案子。陶女士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没必要骗你们。现在我们特派小组的任务就是找到徐胜道，可是就在半个月前，他突然失踪了。我们四处打听他的下落，可一点音讯都没有。所以你们就去绑架他的女儿，然后杀了徐太太。于教授，你在说什么？钟朗，杀害徐太太的凶手正好被徐太太咬断他的左手手指。你们看这个。于教授，看来你是真误会了。老鲁，让他们看看吧。哼。你这个伤是怎么来的？还不是让那批狗日的破枪给害的！哼，你们的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炸膛？炸膛？是不是你们的枪支老化或者使用不当？不可能！那批枪发放到连队的时候还是崭新的，油纸都没打开。弟兄们，换新枪了！啊，换新枪！一个换一个，一个一个来。给你。那批枪发到大家手里，还没捂热乎，我们连就奉命上前线了。当时战斗打得非常激烈，敌人向我们连的阵地发动了猛烈的反扑。后来，那片阵地就这么丢失了。老子算命大，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。可是，几十名朝夕相处的弟兄，却成了冤魂。而且，我听说在别的连队也一样发生过我们连队的事情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老子发过誓，一定要把这个造假枪的狗杂种揪出来。步枪案我们已经调查了1个多月，重点怀疑是龙华兵工厂的质量问题。该厂厂长张百群却声称，步枪炸膛是因为设计问题，而非生产质量问题。对此，我们请德国专家进行了质量鉴定，鉴定结果是步枪枪管存在设计缺陷。这枪是谁设计的？就是徐胜道。很明显，徐胜道就是罪魁祸首。事情可没这么简单，我恰恰怀疑
是张百群以次充好，谋取暴利。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一种新型步枪在投产之前是必须经过反复试验的，如果有设计缺陷的话，早就应该显露出来了。之前也有例外啊，比如说像德国的毛瑟兵工厂，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设计问题。这正是张百群的狡猾之处，他把责任都推到设计者身上。如果法庭认为是设计者的问题，那么就会参照国外的惯例追究设计者的责任。这样一来，不但遇难家属得不到赔偿，而且张百群还会逍遥法外。看来你们还没有抓到张百群的任何把柄。唉，就连德国专家都被他们骗了过去。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徐胜道出庭作证。可现在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失踪了。过2天就要开庭了，逼得我们没办法，才在这里守株待兔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徐胜道和张百群他们是一伙的？不见得。以徐胜道这种书呆子的性格，或许不会参与这种阴谋。他的失踪或许是另有隐情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徐胜道给挖出来。不行，钟朗，丹丹还在他们手里，孩子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于教授，说到这儿，我正想问你，你这枚金蛇会的戒指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戒指不是我的，可它分明是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的。唐女士，这个戒指有什么问题吗？实不相瞒，我一直怀疑张百群的身后还隐藏着一个黑暗组织，名叫金蛇会。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，他们在背后做着各种肮脏的交易，聚敛不义之财，而且还把罪恶的触角伸到了我们政坛和军界的要职上。而这枚金蛇的戒指，正是金蛇会成员特有的标志。于教授，再请问一下，这枚戒指是怎么到你手上的？我是在解剖徐太太尸体的时候发现她的。是吗？钟朗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知道这件事情，于教授在来的路上已经跟我讲了这些。你们想骂我就骂好了，别都不说话。田正，下来。去吧，没事的。听我说，我不想责备你，但是你必须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也知道自己做了傻事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不知道？真的，可能是我害怕自己的生活再发生什么重大变故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懂。我害怕你发现我爸爸。你爸爸？这里有你爸爸什么事啊？我爸爸，你爸什么呀？你说，你给我说呀！我爸爸是著名的卖国贼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是你父母？曾经是，就像我原来曾经有另外一个名字，过着另外一种生活。我的家庭原本很富裕，爸爸妈妈也很疼我，他们还送我去美国读书。
可是就在我16岁那年，这一切全都结束了。我父母被政府宣判犯有叛国罪，而我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卖国贼的女儿。你能想象吗？原来我从小一直生活在谎言中。其实我的父母早就被外国人收买，成为了间谍。而我温暖的家，我最熟悉的亲人，也都成了欺骗的谎言。所以你才感到害怕？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这不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吗？但是我没办法忘记。虽然我改了自己的名字，虽然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父母，虽然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不肯出来，可是我仍然忘不掉。你这样做是在折磨自己。哼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学着坦然面对一切，知道吗？毕竟你是无辜的。钟朗，你还会相信我吗？一个卖国贼的女儿。我才不管你是谁的女儿，我相信的就是你。哦，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藏起那枚戒指吗？你看这个，看看我爸爸手上戴的是什么？金蛇戒指。你爸怎么会有这种戒指？这不正是说明他是金蛇会的成员吗？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这枚戒指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以往的一切，我就害怕了。老板，这件事情不能怪我，那个泼妇发起疯来比男人的力气都还大。你跟着我这么久了，应该知道规矩吧？老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老板。小宋，徐正道的事以后由你负责。是。老板，饶命啊，老板！你刚负了伤，赶紧下去休息吧。老板，饶命啊，老板！我都跟了你10几年了，老板，饶命啊！快点！这是一个坏的榜样。是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找到川老大没有？还没有。继续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死者的伤在颈部，第3根颈椎至第5根颈椎发生严重的骨折和脱位，可见他们的手段非常专业。一招制敌术，这个是军队特务连才会的绝招。看来金蛇会派来的杀手来头可不小啊！你们再看这儿，他的肱骨和肋骨有多处骨折，而且他的10根手指也已经全部折断。这说明徐太太在死前受过酷刑逼供。简直是太残忍了。他们一定在找徐正道的下落。金蛇会绑架丹丹的目的已经非常清楚了，他们想阻止徐正道出庭作证。这倒是可以反证，他们还没掌握徐正道的下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们之前找出徐正道。不，我们应该先救丹丹，否则孩子在他们手里，徐正道也不会出庭作证的。对，安南说的有道理。可是，如果被他们抢了先的话，非但徐正道要被灭口，就连丹丹也不能幸免。那怎么办啊？钟朗，好啊，你躲在这里呢。总探长，你找我？找你，我找你一整天了，怎么不去巡捕房报道啊？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大案子。大案子？再大的案子也没有我的案子大呀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昨天晚上，黄浦江的水警出去巡逻，就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了。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是吧？没想到还有更想不到的呢。今天下午巡逻艇找回来了，
可艇上的6个大活人，6个全都不见了。有这样的事情？哎呀，现在上面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，是暴跳如雷了。钟朗，算你倒霉，公动局点名要你办这个案子。这个不行，钟朗，你现在不能去。你说什么？你算老几呀？这有你发号施令的份吗？总探长，你不了解情况，我们这头的案子已经火烧眉毛了。你看，照片上那个女孩子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哎，这个我不管，我讲的话就是命令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你一定要亲自出马，要不你跟你这个小组就地解散了。凭什么？对，凭什么呀？就凭我是总探长。总探长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，大家别发火。总探长，这个案子我去还不行吗？钟朗，哥。哎，钟朗，没白栽培你啊！走。哎，总探长，你别着急嘛。你看天都黑了，又刮风的，江面上乌漆麻黑的，如果要出什么事了，就不划算了嘛。这也对呀。干脆，明天一早，我带一帮人马把他查个水落石出，你看怎么样？那好吧。哎，你可要说话算数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？哈哈，好，明天我等着你啊！走了，慢走。哎，总探长，哎，慢走啊，总探长。真是屋漏又逢连阴雨啊！哎呀，都别埋怨了，我们必须在开庭之前找到徐胜道。哎，钟涛，这事儿我可已经调查过了，你猜怎么着？这个姓徐的连个亲戚都没有啊，朋友也让他得罪光了，这些天就没人见过他。你说这上海滩这么大，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找啊？这是。不管他藏在哪儿，我都要把他挖出来。大家分头行动，所有宾馆、饭店、酒楼、茶馆、浴池，甚至花柳巷，都给我挨个找一遍。你打电话去巡捕房调人，整个徐家汇归你。韩飞和小慧，你们俩负责静安寺那一带，我们俩去新租界那边。每隔1小时，打电话给巡捕房通报消息。明早6点到霞飞路碰头。行动！上车，出发！跟哪一个？跟那辆汽车。你好，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谢谢啊。你好，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哎，老驾，麻烦你来一下。我是巡捕房的。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麻烦问一下，这个人见没见过？没见过。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哥，我们这样找，简直是大海捞针啊！是啊，姓徐的说不定已经离开上海了。不可能，找不到丹丹，他不会离开上海。全上海滩的3轮车夫没有一个人见过他，你说姓徐的这小子能躲到哪儿去呢？徐胜道的智商有165，他藏的地方当然不容易找到。啊，165，那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比我还差1截呢。你这小孩就是吹牛，有本事把他找出来，现在就找。现在找？现在到哪儿去找啊？等一等，你和徐胜道都是高智商的人，聪明的人想法往往是相同的。如果你是徐胜道，你会藏在哪儿？如果我是他，很简单，我一定会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。你这么说，不等于没说嘛。最安全的，最安全的地方。哎呀，对，该死的，我怎么早没想到？老孔，马上到巡捕房调配人手，赶往徐胜道家。哎，那我呢？走，你熬了一夜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哎，我说我的车呢？不是有句话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吗？陶女士可是一直守在他们家门口。也许徐胜道根本就没有离开家。对了，你看，这张照片上，还有那张照片上，
他身上永远别着一支派克钢笔。那又怎样？而现在这支笔留在书桌上，因为昨天我们在检查房间的时候，于教授在外面发生了事情，所以我们当时忽略了这个细节。现在想起来，徐胜道当时的情形和我们一样。所以，他是被堵在了房间里。可陶女士的手下并没有发现他，这说明有密室。根据这幢房子的结构判断，在书房里面应该是没有密室的。徐先生，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他肯定有第二个出口。聪明人啊，都是这种思路。你太狠了吧！再使点劲，腿就断了。哎，我还不是怕他跑了吗？我看你啊，还是给我把枪吧。我看你还是算了。我会打枪。哎，我真的会打枪。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亲的女儿呢？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我亲的女儿呢？趴下！快上车！谢谢啊！大家快走，走，快点，快上车！走，你们快！你们叫什么名字？你问这干什么？我想知道我栽在谁手里了。我们救了你，你还说这个呀？对，小姐。我要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还要多谢你差点打断我一条腿。老鲁，带徐先生进屋休息。是。钟朗，于教授，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你们。啊，你们3位了。你们这里安全吗？绝对安全。徐胜道的事情以后就由我们接手，你们可以回去休息了。休息？丹丹还没有找到，我们怎么能够休息呢？我正要问这个事情。徐胜道知道他太太和丹丹的事情吗？他还不知道。那就好，我暂时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，你们也千万别告诉他。为什么？如果他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就不会出庭作证了。你不觉得这太荒谬了吗？陶女士，丹丹的死活你们就不管了吗？我并没有阻止你们去救丹丹呢，但是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徐胜道出庭作证，否则的话，几百名官兵的冤情就无法伸张。陶大姐，有麻烦了。啊！我不会出庭的。徐先生，为什么？我要先见到我的妻子和女儿。他们现在被保护起来了，非常安全。那就让我先见到他们，否则一切免谈。你这个冷血动物，亏你还想着他们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一出事就像个缩头乌龟一样缩起来。你以为我的血是冷的吗？你以为我的心里没有正义感吗？我何尝不想替死难的将士伸冤呢？
想当初，厂里刚接到仿制俄式水连珠步枪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心里有多激动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报效祖国的时候终于到了，我们中国可以有比汉阳造更先进的步枪了。整整半年时间，我把家人抛在一边，没白天没黑夜，做设计搞测试，终于完成了水连珠步枪的国产化。可是结果呢？等到厂里投产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根本没有采用我设计的枪管规格，枪管的壁厚和选材都被简化了。选材不当，往往就是枪管炸膛的主要原因。你说的没错。作为一个设计师，我深知里面的利害关系，为此，我特别向张百群提出警告，但他却说，是我的设计太保守了。我后来多方打听才知道，张百群之所以那么偷工减料，是为了照顾他自己人的钢材生意。这样做的后果，就是拿前线将士们的生命开玩笑。他们这帮狗杂种！事后，诸葛亮，你既然知道这样会害死人，你为什么坐视不管？你怎么知道我不管？3个月之前，我就向南京写过检举信，揭发张百群。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检举信。我绝对写过检举信呢。张百群，一定在张百群手里。我也知道张百群的势力很大，可是没有想到他会干得这么彻底。黑枪事件爆发之后，我发现所有的设计图纸都被人替换了，枪管壁厚完全是错误的数值，而且材料计算书也被篡改了。我当时就明白了，是想让我来背黑锅。为了不让张百群得逞，半个月之前，我专程到武汉跑了一趟。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不辞而别的。因为我以前在汉阳兵工厂备份了一份图纸，找到了，那就是最有力的证据。那现在找到那份图纸了？我离开了妻子女儿，可我什么也没得到。他们把那套图纸也替换了。你们现在明白了吧？这一桩官司没有人证物证，根本没法打赢他呀。可是所有的证据都被他们销毁了。不过，你的证词还是很有力的证据。你以为法官会相信我的话吗？张百群他们先把一盆脏水泼到我的头上，我现在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。徐先生，不如这样吧，你想办法帮我们找到有力的证据，我答应你，让你见到女儿。好。一群饭桶！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好，你让我怎么跟老板交代啊？大哥，是巡捕房和调查组的人一起把徐胜道给救走的，我们实在没有机会。安全无误的地方，你搞清楚没有？搞清楚了，大哥，对方来头实在不小，我怕。怕什么？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谁要是挡我的财路，我就要他的命！现在法庭所能见到的证据，只能说明我设计的错误图纸导致生产了有问题的步枪。张百群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。徐先生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枪管壁厚设计不当的话，那么开一枪就会炸膛吗？不会，
只有连续发射30枚以上的子弹，才会出现炸膛现象。不对，当时我的兄弟们顶多开了7、8枪就炸膛了。这说明张百群不但降低了枪管壁厚，还使用了次等料，比如枪管中夹杂着气泡、家灰、裂纹等等缺陷。这帮人真是黑心到家了。想当初我设计的步枪是经得起上千发子弹考验的。对啊，你在试射阶段的步枪，不是应该都是好的吗？对，试制阶段生产的第一批枪，都是按照我正确的图纸设计制造的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能找到那批没有问题的步枪，不就恰恰能证明你的设计图纸是没有问题的吗？没用的，我查过了，那批好枪，都让他们给销毁了。哎，那你再好好想想，哪里还有其他的库存？哪怕只有1支枪也行啊。其他的库存？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在试制完成的时候，有一批枪送到南京去试射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送去。那批枪从船上卸下来，就直接存放沿江仓库了。放这儿，好，小心啊！钟探长，你们是来问那批枪的吧？对，他们在哪？被人搬走了。搬走了？什么时候？就是前天晚上，大概11点多钟来了一帮人，把那批枪装到小货轮上运走的。还是被他们抢先了一步。我就不信张百群留不下一点痕迹。他就是张百群。各位辛苦啊！怎么到这儿来找我的茬啊？张百群，你不要太得意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小宋啊，人家这才叫忧国忧民呢，以后多学着点啊。是。张百群，你做下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迟早会有报应。钟探长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也是打过仗的老兵啊，怎么可能拿将士们的性命开玩笑呢？嗯，如果有人想陷害我，那他是不会得逞的。你，老鲁。好了，今天我还有点事儿要办，先失陪了。明天咱们法庭上见啊！法庭上见。就这儿。开庭的时间能不能再错后1周？什么？绝对不行！请你再考虑一下。喂，喂。唉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明天上午9点准时开庭。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嗯。喂。你好，我是巡捕房的老孔，我找钟探长。哦，你的电话。喂，喂，钟头啊，我是老孔啊，你赶快回来吧。刚才总探长来过了，大发雷霆啊！哎，说中午前再见不到你，以后就别想在巡捕房混了。你告诉他，我真不想干了呢，有本事就革我的职。哎，你，哎，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是水井那件案子，他让我现在过去。真是越忙越添乱。堂堂6名水警，怎么突然一夜之间消失了呢？等一下，水井失踪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前天夜里。
那批枪从江边仓库运走的时间不也是前天晚上吗？对呀，所以说这两件事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走。是。总探长。哎呀，你还来干什么？这儿不需要你了。不需要我了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就走。可是这个案子破不了，你怎么向上峰交代？哼！你先给我查案子，回头我再收拾你。先查案子。哎呀，这帮不争气的水警，肯定是在这儿打牌赌钱，有人输急了还打起来了。前天晚上风很大，他们打牌的时候就不怕被风吹走吗？也许打牌的时候还没起风呢。你们快来看，这里有血迹。这儿。这是怎么搞的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这片血迹是有人负伤留下的。这说明巡逻艇当时遇上另外一艘，而且正是那艘船上的人把整个巡逻队干掉了，并且伪造了整个现场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动我们巡逻队？报告总探长，几湖电台传来消息，有人到巡捕防报案，说是知道水警被杀的事情。那是前天晚上11点多，那帮龟儿子从沿江仓库往我船上装了10几个箱子。他们把东西运到哪儿去了？没运到哪儿，船开到江心，他们就把箱子往江里扔。这时候正好和水警的巡逻艇碰上了，他们嘁里咔嚓的把水警都给杀了。他娘的！要不是老子跑得快，我也去见阎王了。他跑了！幸亏那帮龟儿子不会水，我才算捡了条命。你还记得他们在江上扔箱子的位置吗？记得。来，接着。哎，怎么样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到那边看看。啊。没有。川老大，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？哎呀，那天晚上黑灯瞎火的，我也只能说个大概的位置。哎呀，再找不到可就惨了，天都要黑了。怎么样？你们必须请我吃饭。终于找到了，是水帘珠。没错，这就是试制阶段造的那批枪，枪管的规格尺寸完全符合我的设计图纸。这回就是德国专家来了，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哎，我们赶快救丹丹吧，她一定在张百全手上。小声点。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丹丹被藏在哪里。陶女士，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见见我的妻子和女儿了？啊？哎，席先生，如果当初是这批枪的话，我的手就不会这样了。陆大哥，你放心吧，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的。你们赶快帮我想想办法。
如果他见不到丹丹的话，肯定不会出庭的。现在想起求我们了，你当初为什么不实言相告？哎呀，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嘛。说谎的人总是有他的理由。陶女士，青蛇会在上海有多少个据点？青蛇会的行动非常隐秘，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就是张百群的公馆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，而且离我们不远。但是有重兵把守，如果我们采取行动的话，恐怕会对丹丹不利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赌一赌了。动手。是。明天就要开庭了，都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您放心，我们手里握着徐胜道的孩子，他不敢对您不利。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钟朗那一伙人不好对付啊。哼，谅他们也耍不出什么花样。老板，老板，不好了，这着火了！快！哪来的火呀？小宋，在，快把那家伙带过来。啊！跟我走。走，快点！好家伙，你给他们下了什么猛药？是黄磷，一遇到空气就会立刻自燃。够他们受的。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哎，干什么？蛋蛋，有何贵干呢？有人举报你，告你绑架幼女。笑话，我这个地方会有幼女？就在车里面。哎，让他进去。下来，打开给他看看。这是文物，哎，你可别告我私藏文物啊！这可是工董局送给我的礼物。钟朗，孩子或许还在里面。头儿，怎么样？没有。清者自清嘛，我说没有就没有。收队，收队！各位慢走啊，恕不远送。小宋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好。怎么办？徐先生，这是明天出庭诉讼的材料，你先看一下，做个准备。不必了，你骗了我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徐先生，请你看看这些死难的将士，他们哪个没有妻儿，哪个没有父母？他们为国家上阵，可到头来却死在败类手上。如果我们再不铲除这些败类的话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死在他们手上。陶大姐，外面的门卫说有个老百姓送来一封信，说是给你的。让一让。丹丹在我们手里，闭嘴！丹丹，丹丹，丹丹！徐先生，徐先生，徐先生，冷静点！徐先生，冷静一点。怎么回事？简直是丧心病狂！丹丹，丹丹，
王八蛋！头儿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是知道怎么办就好了。等等，也许还有希望。这根手指也许能告诉我们丹丹在哪儿。中朗、韩非，我们马上回实验室。太好了，有结果了。怎么样？我们在这个手指上发现了铁粉和红松木屑，这应该就是丹丹被囚禁地方的特征。铁粉，会不会是在张百全的兵工厂？不对，龙华兵工厂为了减轻步枪的自重，全部都用桦木来做枪托的，根本不可能有红松的木屑呀。徐先生，我们也是左右为难，可是现在没有时间了。就算我求求你，看在那些别死难说了，不救出丹丹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别人的事我管不着。你错了，你知道你老婆在临死前经历了什么吗？她的10个手指被那帮狗砸中，一个一个掰断了。他们就想问出你的下落。而你老婆呢？直到10根手指全部被掰断，她也一个字都没说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去出庭作证。你老婆的死变得没有任何价值。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亲人，我不想再失去另一个。你说的没错，一条生命确实不能和几百条生命相提并论呢。但是我不能拿我的亲生女儿做交换，因为我是一个父亲。我是个父亲，你们懂不懂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去找张百全，我就不信枪顶的头上他还不说真话。这样没用的。我知道了，可是我已经没招了。丹丹，丹丹！我想起一个人。小姐，现在不是让你伤感的时候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起的这个人，他也许可以帮上我们。老朋友，有人来看你了。你们父女俩见一次面也不容易，好好聊聊吧。谢谢。一晃都10年了，幸亏有这些照片，要不然我也许会闷死。最近有没有去看你妈？听说她腿病又犯了。没有。你还在恨我们？谁让我是卖国贼的女儿呢？还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今天来是有问题想问你。你想问什么？
你到底是不是金蛇会的成员？你这样问，本身就说明你已经早知道答案了。那你告诉我，金蛇会在上海的窝点里面哪里有铁粉和红松木屑的成分？不知道。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。楠楠，我只有一句话：趁早离他们远一点。我现在更加鄙视你了。楠楠，冷静一点。当一个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，脑子里就像一团浆糊，就像是被手榴弹炸过一样。你明白吗？像被手榴弹炸过一样。没错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奇怪，这个比喻太奇怪了。你说他不帮忙也就算了，干嘛说这些挖苦人啊？不一定，你想想，天底下有哪个父亲会不帮自己女儿的忙呢？或许他话里有话。哎，可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是手榴弹。没错，手榴弹。哎，我想到了，手榴弹不就是用生铁和木料制作的吗？而且手榴弹的木柄一般都选用强度高、劲拉性能好的木材，所以就是为了防止打不开保险盖，他们通常选用的木料都是红松啊。对，你提醒了我，龙华兵工厂在郊县以前有一个火工车间，专门生产手榴弹的，后来被废弃了。徐先生，还有1个小时就要开庭了，如果你信得过我们，那么，请你现在就出发去法庭，我保证在开庭之前把丹丹救出来。我可以现在就到法庭去，但是一定要先救出我的女儿，否则我不会出庭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行动！给我通知下去，马上加强火工车间的人手，以防周朗的到来。给你。你信任我？就算前面是龙潭虎穴，只要我们彼此信任，就一定能闯过去。拿着。高警惕啊！好，别让他们来，没问题，把人救走。放心吧，去吧。陶大姐、徐先生，你们从后门走，我掩护。快点！我炸死你！跟我来！是。
娘的！快去火攻车先。是是。哎，来了！张先生，张先生，辛苦了。张先生，你对自己企业生产的伪劣步枪有什么看法？你是哪家的报社记者？怎么这么狡猾？据我所知，黑枪一样的人证物证都已经俱在了。巧，是哪来的人证？哎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您的企业为什么生产伪劣步枪？张先生，别走啊！回答我几个问题吧。张先生，听说他们斩获了大量的证据，这是真的吗？张百群，绝不能放弃。在没有得到我女儿安全的确切消息之前，我是不会踏进法庭半步的。相信我们。钟朗一定会救出丹丹的，再等等。好吧。走。张先生，掌握了大量的证据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这儿人把守，在这边。哦。这么多人守卫，丹丹肯定在里面。韩飞，你去开吊车吸引他们。我们走一包车。走。是。我们来救你了，叔叔，我不怕。丹丹别怕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头，丹丹在上面。站住！把枪放下。快点下来！喂，大姐，找徐先生。徐先生，有消息了。传证人出庭，传证人出庭。证人到。